嗨，大家好，这里是 Eric 凯电台，我是 Eric。增肌和减脂到底能不能同时进行？很多朋友问过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当然可以。这里肯定有小伙伴要说你瞎讲，我教练告诉我增肌和减脂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让我必须先增完了肌之后再集中进行刷脂。我相信抱着同样观点的朋友一定不在少数。咱们别着急，先来看几组数据。根据2014年的这项研究，对28名普通的健康成年男性进行了为期数周、强度并不是特别高的循环训练，每周只练3次，饮食也不用控制，平时怎么吃，实验期间就怎么吃。然后呢，通过双囊 X 射线吸收法测定他们的实验前后的身体成分数据，结果显示，实验结束后，他们的体脂率平均下降了1.63%，肌肉量则上涨了平均1.46公斤。再来看2000年的这项研究，对38名体重较大的美国警察进行了为期12周的实验。除了作为对照组的10人之外，其余人员都要做抗阻力训练，同时饮食也要同步跟进，搭配的是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可以明显的看到，在12周训练结束后，该小组成员的体脂肪平均掉了7000克，而肌肉则增加了4.1千克。可见增肌和减脂在上面2个实验小组的受试者身上都同时出现了，那会不会跟他们之前没有系统性的接触过这个抗阻力训练有关呢？我们再来看另外2组数据。这项2011年的研究让40名健康的成年男性进行了为期8周较高强度的抗阻力训练。与之前的研究不同的是，这些受试者均有不低于1年的抗阻力训练史。最后呢，有33人完成了测试，而他们的肌肉量分别增加了1.2到1.5千克，脂肪下降了0.8到1.1千克。再看另一个15年的研究，我们同样能在这些有训练经验的男性以及女性身上同时看到肌肉的增加和脂肪的减少。由此看来，增肌和减脂的确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并且从上面一系列受试者的训练背景也不难看出，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新手身上，也能发生在训练水平较高的老手身上，只是在新手身上变化量更为明显。就像前2项研究显示的那样，哪怕只是加入了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而且不做任何的饮食控制，新手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增肌减脂。而一旦加强了这个训练强度，并且同时对饮食做好管理，那增肌减脂的变化量是非常可观的。一位刚接触健身的新手就像是一张白纸，身体从没有系统性的接触过抗阻力训练这样一个外在压力源，天生的适应性会逼迫身体迅速提高各项身体机能，尤其是肌纤维的肥大和力量的上涨，以应对这样一个外在的威胁。尽管我们知道饮食上存在热量缺口，也就是支出大于摄入的话会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但是新手身上多余的脂肪也会通过脂肪酸的氧化来为肌肉的合成与修复提供额外的能量，从而能在减脂的时候也能实现较为明显的肌肉增长。我们再来看这篇07年的论文，这个研究就非常有意思了，目的是探究有训练经验和没有训练经验的肌肉对于抗阻力训练的反馈有什么不同。研究人员呢，为了避免个体差异对实验带来的影响，就让单个受试者1条腿不练，而另外1条腿接受了为期8周的抗阻力训练，然后再让2条腿同时进行训练。结果发现，之前未经训练的内侧腿部蛋白合成效率更高，维持合成的时间也远远长于有训练时的那条腿。这被认为和新手体内 P70S6K 这种激酶磷酸化的持续时间更长有关，因为它能促进 mRNA 转录为蛋白质这有利于合成代谢。相反的，在经验丰富的训练者体内则发现了更高水平的 FOXO 转录因子，它能促进分解代谢，这其中就包含了肌肉的分解。除此之外，还发现老手比新手在肌原纤维层面上的超微结构损伤更少，反而 MSTN 肌肉抑制素含量却比新手更高。结合以上种种因素，新手比老手进步更快这一点的确是有理论依据的，尤其是在增肌方面。而相应的，正因为新手增肌比较容易实现，所以增肌减脂并存这个现象在新手身上就更为普遍，也更为明显。换句话讲，新手福利期是存在的。既然新手福利期是存在的，那它能持续多长时间？我现在还在不在新手福利期？我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有这么几类人，福利期是肯定还在的。从未系统性的接触过抗阻力训练的新手，有训练史但是停训时间较长的人，科技选手，肥胖人群，还有就是虽然一直有训练，但是在健身房摸鱼的休闲玩家。如果你不在以上这几种类型中，那么该如何来评估自己新手福利期还有多久呢？坦白说，直接方法没有，但是间接的办法倒是有，就是参考这个指标 FFMI 去脂质量指数这个名词我以前经常有讲到，就是去除脂肪后的体重与身高平方之比。打个比方，小明身高1.8米，体重80公斤，脂肪含量在25%，那么小明的 FFMI 就等于18.52。
该数据能客观反映出该个体目前的这个肌肉量在既定身高下的发展水平。如果数值越小，则说明训练水平越低，发展潜力越大，处在新手福利期的可能性也越大。就像95年的研究就对均为男性的74名自然训练者和83名使用了科技的训练者进行了一个调研，然后将他们的 FMI 进行了汇总统计这就是当时的统计结果。可能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直观，但如果我把它们换成了概率密度曲线，就很明显了。可以看到，用药和不用药的训练者的统计结果均呈现正态分布。科技选手的数据我们可以先暂时不看，因为对于自然训练者来说参考性也不大。所以如果只看自然训练者的结果，在一个标准差内，有大约67%的人 FMI 落在了20到23.6的区间，均值在21.8。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力量训练，你大概率能较为容易的达到21.8左右的 FMI， 越往后概率越小，增肌难度也就越大。所以我习惯把21.8作为新手福利期的一个大致参考标准，小于这个数值，那大概率还处在新手福利期。OK， 今天内容就到这，这里是凯电台，关注我。Let's go, yo. I'm like an addict, do I gotta have